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原来用陈醋把枸杞泡一泡，没想到作用居然这么厉害。老一辈人留下来的土方法，既省钱又实用，看完长知识了。但是很多人并不知晓这个方法，那么你可以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哦。大家好，我是鹏鹏。枸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吧。有一句俗话说得好，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不知道你有没有到了用保温杯泡枸杞的这个年纪呢？枸杞平时有很多的朋友都喜欢用来泡水、泡酒、熬粥、煲汤等等，因为枸杞当中的营养成分是特别的丰富，因为枸杞当中含有多糖类化合物、类胡萝卜素、甜菜碱、氨基酸以及多种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等等。而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枸杞的另类吃法。我相信枸杞的这种吃法有很多现在的年轻朋友并不知晓，因为这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传统方法。到底是怎样制作的呢？首先往碗中放入一些枸杞。个人建议，如果你是第一次尝试枸杞的这种方法，那么枸杞不要使用太多，否则有可能会造成浪费哦。我们再加入一勺淀粉，接下来开始抓拌枸杞，让每一粒枸杞上面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粉。这是因为枸杞表面凹凸不平，容易藏纳灰尘，并且枸杞在成长以及采摘过程当中都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而淀粉它的吸附作用非常之强，通过这种方法就能把枸杞表面的灰尘给吸附出来。因为无论再有营养价值的食材，我们都一定要给它清洗的干干净净哦，差不多像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先加入少量的水，把枸杞第一次淘洗。淘洗以后，我们可以看见里面的水已经变得特别的浑浊，稍微给它抓洗一小会儿过后，然后加入一大勺水来清洗。现在就更加明显的可以看见清洗枸杞后的水它到底有多浑浊了。通过这个清洗过程以后，喜欢用枸杞泡水喝的朋友还敢不清洗直接来泡水吗？再把洗枸杞的水给它倒出来，然后再次加入水，继续淘洗枸杞，直到清洗枸杞的水变得清澈为止。然后铺上一张厨房纸，再把清洗干净的枸杞均匀的撒在纸巾上面。撒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让枸杞叠加在一起，这样方便于我们控干枸杞的水分。当然，如果家中没有厨房纸的，也可以用餐巾纸来代替。然后在枸杞表面同样盖上一张纸巾，用手轻轻的这样拍打。千万不要太过用力哦，因为枸杞其实是比较软的，尤其是经过水洗以后，如果太过用力，会把枸杞给拍碎、拍烂。因为这里我们只需要通过纸巾的吸水性，把枸杞表面的水分给吸掉即可。差不多这样，可以看见枸杞已经处于没有滴水的情况了。然后把处理好的枸杞倒入一个干净无水的小碗中。接下来再找出家里面的这一味调料品，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认出来它是什么了。没错，就是我们厨房中使用的陈醋。为什么使用陈醋呢？因为陈醋当中含有丰富的醋酸、乙酸以及氨基酸等多种成分。实在没有陈醋的朋友，也可以用香醋来代替。当然了，在这里个人建议使用陈醋，它相对会更好。然后再把陈醋倒入枸杞当中，直到陈醋把所有的枸杞浸泡为止，大约没过枸杞2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最后用筷子稍许搅拌搅拌，这样可以让粘在一起的枸杞分散开，让它们吸收到足够的陈醋汁。然后再用家里面的保鲜膜给它包裹起来。当然，如果你并不是像我这样用的小碗，而是用的密封罐之类的，那么这一步就可以完全给它省略掉。然而，无论用什么样的容器，我们都一定要让枸杞和陈醋处于一个密封状态下来浸泡，这样不仅能够让它们浸泡的更加彻底，而且也可以防止枸杞和陈醋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导致它们当中的成分流失掉一部分。尤其是陈醋，如果长期暴露，可能也会导致陈醋变质哦。包裹好以后，咱们给它泡上3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泡好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先打开表面这一层保鲜膜，保鲜膜不要直接扔掉，可以再次使用。然后用勺子盛出来看一看，可以很明显的看见，通过浸泡以后，枸杞已经被泡到发胀，并且当中也吸收到了一定的陈醋汁。而我们这样做出来的陈醋泡枸杞到底要怎样吃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咱们只需要陈醋1勺盛入杯子当中，然后可以准备1勺白糖，可以很好的中和陈醋的酸味，最后再用温开水来冲泡就可以了。水温建议控制在50度到60度左右的。因为枸杞经过陈醋3天的浸泡，它当中的成分已经被彻底泡出来了，所以这里用温开水就可以了。然后用勺子搅一搅，将里面的白糖搅拌至融化水重，我们就可以喝了。不知道平时喜欢用枸杞泡水喝的朋友有没有试过这种方法呢？不要小看它哦，这可是老辈们留下来的传统土方法，坚持这样喝会给你带来大大的惊喜和发现哦，并且这样泡出来的枸杞喝起来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味道酸酸甜甜的。这一杯水我们一定要给它喝光哦。我也相信有很多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试过枸杞用陈醋泡的这种做法，那么你应该知道陈醋泡枸杞的作用吧？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并没有试过这种方法，也不知道它的作用，因此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当然了，学会之后你也赶紧把这个方法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吧。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点关注不迷路，我是鹏鹏，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拜拜。